半夜在农村老家上厕所，听见后院有人说话。我好奇走近，看见一只大公鸡正吞下竹竿上挂着的腊肉，嘴里还在数3块、4块。我吓得失声，捂着嘴后退。大公鸡朝我转过头，第5块。我连滚带爬撞开了我奶的房门，深夜中门板发出诡异的吱呀声。阿奶，公鸡和你一样高，我僵硬地比划着，口齿不清。我奶却很快听懂了我的意思，她搂紧我，脸色阴沉。糟了，那是成精的大鹏，会学人说话，最喜吃孩童肉，怕不是盯上你咧？感受到我的颤抖，他赶紧吹灭了煤油灯，把我塞到被子里，叮嘱我：大鹏晚上看不清，耳朵却尖着咧，你在炕上躲着别出声，我出去把他引开。我奶轻声离开，我抱紧自己缩在被子里，紧闭双眼不敢乱动。那只浑身泛着幽光的大鹏鸟，长着双碧绿的眸子和尖锐细长的喙，朝我说话的样子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蜷缩的腿早就麻了，没听到任何动静的我想要钻出被窝透气，眼睛一抬就望见透过月光有个巨大的锥子形的影子紧紧贴在窗棂上，我倒抽一口凉气。就在此时，门外噔噔的脚步声慢慢靠近，敲门声响起，我浑身霎时泛起鸡皮疙瘩。下一秒听到我奶着急的叫我：蓉儿，快开门！我当时眼泪飞溅而出，掀开被褥，从炕上跳下，想要跑过去。是我奶回来了，可我马上就不敢动了。如果是阿奶，她自己不会开门吗？想到大鹏会说人话，漆黑的屋子里，我愕然地定在原地。敲门声越来越急，随着砰的一声，门被推开，月光洒下来，锥形的影子在门外被拉长，他伸出长长的脖子往屋里探，嘴里发出嘶哑的声音：蓉儿。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，屏住呼吸，动也不敢动。借着窗外微弱的光影，看着大鹏的脖子左右摇晃，正举着2只爪子，像人一样慢慢摸索着行走。我眼睁睁看着他碰倒了椅子后往我的方向靠近，要是越过桌子，他马上就会碰倒我了。情急之下，我脱下一只布鞋，用力朝门外甩了出去，砸在泥地里，发出咚的闷响。大鹏一顿，大翅挥动，急急追了出去。我趁机往衣柜的方向冲过去，那是一个老式衣柜，左上方的柜门上有面镜子，上面还贴着一个大大的喜字。右边的柜门落地，虽然不大，但正好可以装下我。大鹏很快折返了，他好像知道被骗了，不停发出哼哧哼哧的鼻音，开始在屋里抓瞎似的暴走。他经过的地方，伴随着一阵阵嘈杂的碰撞碎裂声，有我奶喝水的提壶，还有他种在窗边的菜花。很快，他来到衣柜前，用力敲打了一下，镜子顷刻间碎裂。当他发现镜子后面有储藏的空间时，他扑叽的跺脚，兴奋起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胸前起伏不断，后颈冷汗涔涔。很快，他伸出爪子摸到右柜门上，柜门被打开，在大鹏尖锐的鸣叫声中，衣柜年久失修，不堪重负，终于坍塌。我躲在衣柜旁的大水缸背后，一阵后怕，瑟瑟发抖。所幸水缸摆在角落，我的身后是个死角。大鹏踩着步子慢慢向其他方向走去。可没多久，整个屋子里突然亮起了微弱的光。大鹏居然学人点燃了煤油灯，并提举着灯再次朝我走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在水缸前停住脚步。我的心悬在半空，咬紧牙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空气里突然变得诡谲的安静。我悄悄抬头，赫然对上一双幽闭的眼珠子。大鹏蜿蜒的脖子绕过水缸，顶着颗锥形的大脑袋，看到我眼里的恐慌后，发出咯吱咯吱的怪叫，像是在嘲笑我不自量力，下一秒就朝我俯冲而来。我惶恐的尖叫出声，用了生平最大的力气推倒面前的水缸。水缸倾倒，砰！一缸水翻涌而出，大鹏哇的厉声大叫。他全身被打湿后发狂的跳脚，疯魔似的扇动着翅膀，想要把水甩掉。我恍然发现他怕水，激动地捡起还盛有水的瓦片往他身上洒去。他再次悲鸣，嘶哑着声音意外地跑走了。我奶领着几个表叔伯归来的时候，我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，弱弱地叫了声阿奶后，就全身瘫软掉在地上。可怜我奶70多岁，迈着颠簸的步子跑过来抱住我，当即发现我受惊过度，发起了高烧，浑身滚烫的不行。他急得老泪纵横，顾不上满屋子的狼藉，拽紧一个叔伯的裤腿哀求：几个是直呢？我蓉儿莫不是被吓坏喽？得马上送到镇医院里，你们能不能行个方便，带蓉儿去医院瞅瞅？几个头发花白的表叔伯身上背着锄头和铲子，没看见大鹏影子，他们无不暗自吁了口气。再一听到要赶夜路送我到镇上，谁都没吭声。被扯着裤腿的袁安伯虽然为难，但他好歹是村里最有钱的一个，平日里在村民面前也算长脸，他倒没有明着拒绝。叹了口气后，他委婉劝我奶姑，不是我们不愿，这里离县城20多里地，我们也不是年轻后生，就这么背着蓉儿赶夜路，万一被大鹏追来，我们都自身难保咧。他一开口，几个表叔伯连连应声，推脱使不得，最好等到早上有班车路过再走。我奶哪里不知道大家的害怕，她之前也对我说过，村上这些年不断有人失踪，怕不是都被大鹏吃了。蓦地，他蹲在我面前，把我挂到他的背上，颤颤巍巍地起身往外走去。几个表叔伯看傻了，冲过来拦住他。我奶咬紧牙，生气了：起开，我自己的孙子，我不靠你们，我自己背他克，
袁安博手忙脚乱地把我从他背上抱下来。咕，要不咱们带蓉儿到我那处去，我屋里头有退烧药，后面还有一汪池塘，大鹏可不敢来咧，到天亮了咱们再去赶班车，成不？我奶才背着我走了几步就气喘吁吁，此时他不得不瘪着嘴，默默点头。可我们一行人才进门，就被袁安博的媳妇吓唬住了。秦婶死活不同意收留我，她叉着腰指着我奶的鼻尖，被大鹏盯上了就送到我屋里来，你们是想害死我吗？袁安博忙解释，就是因为大鹏记仇，他被蓉儿搞了一身水，肯定要找回来，我们才不能不管蓉娃。说到底，蓉娃也是我们侄子咧。可秦婶不依不饶，就是堵在门口不放人。我奶摸我的额头越来越烫，急了，当场给秦婶跪下。秦婶，我求求你咧，我知道早些年你2个娃都被大鹏叼走了，有怨气，但说到底，我们哪个不愿咧？求你高抬贵手，让我蓉儿进去吃药吗？我奶说着，就朝地上磕起头来。我看着心疼，红了眼睛跟着哭。周围的叔伯们大惊失色，纷纷指责秦婶是个心狠的。袁安博气急败坏，也不再好声好气，直接将秦婶推倒，拉起我奶就往里走。秦婶爬起来还想拦住抱着我的叔伯，袁安博回头圆眼一瞪，操起门边的扫帚。死婆娘，你找打！秦婶脸上早已涨得通红，气鼓鼓地把门摔得砰响，吓得我打个激灵。折腾了大半夜，我奶终于拿了退烧药喂我吃下，我已经烧得精神恍惚，隐隐约约听到她说要我快点好起来，等天亮就带我赶班车去镇上。模模糊糊的，我感觉自己又被人背了起来。我嘟囔了句：“阿奶，天亮了。”却听到前方传来秦婶的声音：“等天亮就晚咧。”我惊得睁开眼睛，脑子忽然变得清醒，赫然发现秦婶已经背着我走在了野地上。深夜的路看不到尽头，秦婶向前的脚步却越来越快。我骤然觉得恐怖，挣扎着要从她的身上下来。秦婶被我攥紧头发痛了，没好气松开手，任由我砸落到地上。我慌张的想往回跑，又被她伸手勾住。你跑啥子？你现在要是回去，你那个狠心的奶就要用你去喂大鹏鸟喽！我愣了2秒，很快反应过来，他是在骗我。我奶要把我喂大鹏，这绝对是我今天听过最无稽之谈的话。秦婶见我还是要跑，她揪住我的领子，把我重新拉到面前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没有见过那么严肃的秦婶，她定定看着我，眼里逐渐起了迷雾。蓉儿，你听我说，你奶不是好人，我之前的2个娃娃就是被你奶害的，去喂了大鹏。你莫怪我今天不让你进门，我是恨啊！凭什么我的娃不能好好活？凭什么你就可以？可我多看你几眼，就想到我死去的娃娃，想了我心好痛啊！我这回救你，就当救我的娃娃。看我一愣一愣的，他面色凄然，不像装的。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上半夜你看见大鹏时，你奶不带你跑，要把你留在屋里头，可不就是为了让大鹏把你叼走吗？我心一惊，想到确实是在大鹏离开之后，我奶才领着人回来，倒是有些凑巧。秦婶看我犹豫了，她重重叹了口气，也罢，你自己选，到底是回去还是跟我走，带你去镇上先躲一阵。夜风吹得呼呼作响，我不愿相信他，自从我阿爸阿妈带着我幺弟到城里，是我阿奶独自把我拉扯大，记不清多少次，我阿奶都是自己吃菜皮子，把鸡蛋留给我，这些我都记在心里，阿奶根本就不可能害我，但是我又害怕说不信，秦婶会突然变得狰狞。就在我犹豫的关头，从远处突然传来了阿奶叫我的声音：“蓉娃！”我兴奋地回头就要应声，猛地被秦婶捂住嘴往甘蔗地里拖。我还想挣扎，可马上就不敢动了。月光下，我惊恐地看见一头成人般健硕的大鹏鸟踮着脚尖，伸长脖子左顾右盼。它从不远处慢慢走近，嘴里学着阿奶的声音呼喊我的名字。眼看它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蓦地气都不敢喘。等到它走远，我才发现自己被吓得泪湿尽。再看秦婶，她眼里带着愤怒还有不甘，最终化成了妥协。也罢，这都是命。大鹏走我们前面是要挡我们的路，我们这下只能回头走一步算一步喽。他攥紧我的手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感觉他没有骗我，可我还是告诫自己不能信他。秦婶带着我刚回到屋里头，袁安博猝不及防迎面给了他一个耳光。你这个婆娘是要吓死哪个？要是蓉娃有什么意外，我看你怎么赔。当着表叔伯们的面，袁安博还想让秦婶跪下和我奶道歉。秦婶白了脸，指着袁安博，声音颤抖：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我当初那2个娃娃就是被这个死老奶害死的，你忘了？要不是他让我娃娃去后山耍，我娃娃能不见吗？闻言，我奶脸色暗了下去，他扯过我仔仔细细检查，确认我没事后，他才松了口气。他婶，我说过好多次，我只是见后山有兔子好耍才告诉他们，我也没想到会出事。那么多年你还是不相信我，那我也不留这里碍你眼，我带蓉娃走就是喽。没有人抱怨我奶，反倒是听到我哪天没亮就要带着我这个病号走，叔伯们终究是不放心，纷纷劝解似的喊着我奶一声姑。他们看向袁安博，袁安博眉头一皱，忽然又扇了秦婶一巴掌。死婆娘，要走也是你走，你给我滚！秦婶脸色红了白，白了又青，她眼泪挂在睫毛上，不可置信望着袁安博，扔下一句你别后悔，便头也不回转身，摔门而去。所有人都一怔一怔的，
有人发问，天还没亮咧，他婶就这样出去没事吧？袁安博鼓着腮帮子，没好气的嘟囔，能出什么事？大不了被大鹏吃掉。说完，他自己定了定神，又不放心的快步追了出去。可是他们出去了好久，天色慢慢泛白，却没见他们回来。大家围坐在大堂，眼睛盯着大门一瞬不瞬，渐渐有人开始不安地卷起烟叶，抽了起来。我靠在阿奶的怀里，想到秦婶之前捂着我嘴躲大鹏时的紧张模样，也有些担心。就在这时，大门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砸了一下，砰！叔伯们不约而同警惕地拿起铁铲站了起来，接着又砸了一声砰，我奶紧张地把我塞到身后。大门很快被撞开，叔伯们吐掉嘴上的烟，举着铁铲作势往前冲。却见袁安博从门外露出头来，朝大伙嘿嘿一笑：“快来帮忙！”等大家看清他身后拖着的那只庞然大物时，气氛立马变了。叔伯们欢呼起来，不可思议地围过去，打探他绞杀大鹏的经历后，直夸袁安博厉害。袁安博脸色红彤彤的，像是刚出了一身劲，热的。他很是兴奋，今天咱们吃大鹏肉。我盯着地上的大鹏尸体，有些愕然。不是，我之前遇到的大鹏不是这一只，之前那只比这只大得多了。可没人相信我，叔伯们笑我是吓坏了，才会觉得大鹏很大。看到不远处大家忙着挑水烧柴，我壮着胆子走近想要求证。只见大鹏一身污血倒在地上，身形确实比之前我遇到的那只小。我拖着下巴想着要怎么说才能让阿奶相信。下一秒，却见倒在地上的大鹏脖子上顶着大脑袋，垂死挣扎，虚晃了一下，发声救命。我吓得一个趔趄跌坐在地上，是秦婶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袁安博冲过来，手起刀落，一刀斩断了大鹏的脖子，鲜血喷洒出来，溅了他一脸。他朝我安抚地笑了笑，却殊不知他满脸血的样子让我异常害怕。荣娃，别怕，这畜生临死前还想害人，得亏被我砍死了。我惊得一言不发，很是纳闷，大鹏怎么学会了秦婶的声音？我不确定地问袁安博：“伯，婶去哪了？”袁安博像是没听见，招呼其他叔伯一起来抬大鹏去拔毛。等到大锅蒸气上涌，大鹏肉煮熟了，大家站着喂碟吃肉的时候，才有人想起秦婶来，问道：“老哥，你家婆娘还不回来？天都亮了。”袁安博嘴里嚼着肉，脸色微变，隔了几秒才答：“回娘家喽。”我总觉得说不上来的怪，看着叔伯们递过来的肉，我摇摇头说没胃口。袁安博注意到，笑我不识货，这大鹏肉就是神仙肉，有钱都难买到，你不吃以后可没机会吃咧。大鹏肉只煮了一小部分，袁安博给每个叔伯都割了巴掌大小的肉，自己把剩下的都保存了起来。太阳差不多来到了头顶时，袁安博把我们送出门，他拍着我的肩膀，笑意盈盈：“大鹏没了，蓉儿你不用再怕了，你留在家里不要乱跑，听你奶的话，要乖，懂不？”回去的路上我心不在焉，走了好一段路，我奶冷不丁问我：“蓉儿，你确定晚上遇到的大鹏和你伯带回来的不是同一只？”见我奶神色肃穆，我用力点了点头。他一拍脑袋：“糟了，按理说大鹏记仇势必会再来找你，昨晚他没出现，怕不是去哪里吃饱了，今天他肯定会再来找你。”听到我奶说大鹏吃饱了，我脑海里莫名浮现出秦婶的模样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我奶当即调转了方向：“不行，我还是得带你去镇上，咱们先去你舅舅那里躲一阵。”他不由分说就攥紧我的手，走得飞快。渡过一条长长的水渠，我们绕过林地，终于走到碎石道上。突然正前方有人叫我名字，虽然是大白天，但是道路两旁依然静谧。想到之前大鹏也叫过我几次，这回听到声音我着实瘆得慌。我奶也听到了，紧张地把我护在怀里。声音变得越来越近，我感觉到我奶手心已经流汗。正巧身后驶来了一辆班车，喇叭响了几声后，叫我的声音没了。班车门开的瞬间，我奶一秒也不耽误拽我上车。我脚踩在踏板上，胳膊却突然被人从身后紧紧拉住，冰凉的触感让我的心脏差点蹦出来，下意识紧紧抓住车门上的扶手。我颤抖着回头，看见一个白脸青年冲着我笑：“蓉娃，才2年没见，就不认得舅舅了？”听到是舅舅，我顿感没那么紧张。这时，班车司机不耐烦地喊：“到底走不走？磨磨蹭蹭的。”舅舅当即和司机挥手：“不走，我们自己有车。”我察觉不对，回头喊阿奶。我奶才将凑齐4元的毛票往收钱箱里塞，等他回过头，我早被舅舅抱走了。我挣扎着一口咬上这人的手腕，他嘶了一声，压低声音：“别闹，你奶要害你咧。”这已经是第2个人这样说了，我越发不淡定了，无法消化他话里的意思。说话间，路边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一辆小轿车，他把我塞了进去。我更是疑惑，我就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有钱，能买上小汽车了？眼看舅舅哼着曲坐上驾驶室，我奶突然打开后座的门，一把将我扯了出来。他带着我踉踉跄跄地拔腿就跑：“蓉儿，你这舅舅不对劲。”我点头，我们才说去找舅舅，舅舅自己就出现了，也太巧了。没等我们跑几步，舅舅就在身后骂了句脏话，追了过来。听到他的脚步声近了，我奶拿过我身上背着的水壶，拧开壶盖，把水往后一泼。舅舅嘶厉地怪叫一声，我耳根子一震，
想到大鹏也怕水，这个舅舅莫不是大鹏变的吧？想到这，我撒开脚丫子跑得更快了。我奶没跟上来，她气喘吁吁朝我喊：“蓉儿，快跑，别回头！”我像是受到了鼓励，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往前冲。等缓过神，停下脚步，眼前荒郊野岭的，早已经看不到任何人影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依然没有看到我奶来，我变得有些忐忑，开始胡思乱想。我奶那么老了，舅舅要是把她打了，她一把老骨头不得散架。想着每天早上我奶都会给我准备鸡蛋，夜里给我碾被角，我忽然就来了勇气，掉头就往回赶。回到之前的地方，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发颤。舅舅已经不见了踪影，而我奶此时正被一只大鹏圈住脖子，拖着往旁边树丛里钻。他眼睛已经闭上，四肢耷拉着，失去了力气。我不由自主地哭了，捡起地上的石头，不断往大鹏身上砸去。妖怪，快放下我奶！石头砸在大鹏身上，毫发无伤，但好在转移了他的注意力。他一双幽闭的眸子盯着我，随即扔下我奶，朝我走过来。我有些害怕，犹豫着该怎么应对，突然灵光一闪，当场脱下裤子滋向他。马上他晃着脑袋，疯狂地乱窜。我哭着跑向地上躺着的我奶奶，想要把她带走，可是我太小了，没有办法扛起一个成年人。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面前的光突然暗了下去。我感受到大鹏在我身后俯瞰着我，他哼哧哼哧的鼻息吹到我的脖子，我一阵发凉。感受到庞大的威压袭来，我绝望地闭上眼睛，却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耳边听到一声枪响。砰！大鹏受惊地从我身旁跳开。不远处，袁安博举着猎枪，边跑边瞄准他。跟在他身边的舅舅满脸焦急，冲我喊：“蓉儿！”我回过神，这一刻心里万分侥幸，袁安博来了，我奶有救了。紧接着又是一道轰鸣声，大鹏惊恐地扑腾着翅膀跑走。我朝袁安博大喊：“叔伯，快过来，我奶快不得行喽！”我话音落下，看到他和舅舅两人脸色变得有些怪异。就在我迷惑的时候，大鹏再次朝我猛冲过来，我倏地闭上眼睛，可他却绕过了我，用脖子驮起我奶，突然之间张开了翅膀，腾空而起。我目瞪口呆，大鹏会飞！看到我奶挂在大鹏背上越来越高，我害怕的大叫：“阿奶！”我眼睁睁看着大鹏在我眼前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。完了，阿奶要被大鹏吃掉了。袁安博终于来到我身边的时候，我眼泪扑簌簌的流。伯，我奶没了。他看着我叹了口气，欲言又止。舅舅没什么耐心，有些恨铁不成钢的低声咒骂：“蓉娃，你忘了我讲的话没？你奶就不是个好人。那个大鹏就是你奶喊来的，他支持大鹏攻击我，我打不过才跑去搬救兵。你呀你，差点就成了大鹏的口粮。”他说话时抬起手臂，我才发现上面被咬掉了一块肉，伤口血淋淋的，看得触目惊心。我打了个激灵，却依旧不愿意相信。可是你怕水，我奶泼你水，你害怕，只有大鹏才怕水。舅舅嗤笑一声：“你奶给我泼的是开水，烫到我眼睛里面去，我不痛。”我追问道：“那是你把他打伤，让他睁不开眼睛的？”舅舅沉默了。我垂下头，心里杂乱无章，却还是想哭，除了害怕，还有委屈，有存疑，有担心。我绞尽脑汁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反复说我奶要害我。舅舅想要带我回镇上，可是小汽车试了好多次都无法启动，他有些沮丧。袁安博会意：“天色也晚了，要不你们还是先到我家住一晚，我找人过来给你修车。”舅舅没有拒绝，我们安静地在袁安博家里吃了晚饭。我食不知味，早早就上了炕。舅舅喝了酒，很晚的时候才摸索到我身边躺下。等到半夜的时候，我突然被他摇醒，我吓了一跳。他满口的酒气，却是问我要不要起来上厕所。提起上厕所，久违的惊悚感袭来，我躲在被褥里闷声道：“不去。”他笑骂我是没中的，起身蹒跚地出了门。我重新闭上眼睛，屋外却传来一声重物撞倒的声音。我猜是他酒没醒，撞到了什么，没有理会。可是过了好一阵，舅舅没有回来。夜半3更，我有些焦虑不安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还是决定起来看一眼。等我蹑手蹑脚走出门，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捂住嘴巴，倒抽一口冷气。舅舅死了，他正面朝天躺在地上，眼珠子睁得大大的，表情惊恐。他的心脏被灼穿了，胸口一个大洞，正徐徐往外流血。我努力憋着气，才没让自己哭出声。正当我想要跑的时候，我听见不远处传来裤枝被踩在地上的声音。深夜里异常诡谲。我望过去，看见我奶从黑影里走了出来。我奶慢慢走近我，声音沙哑：“蓉儿，快过来！”我顿时吓得腿软。在这一刻，我蓦地就认同了我奶要害我的话，转身想要躲，可是双脚抖得不行。我奶已经来到我身边，我拽着门框，死活不愿跟他走。他抹了一把眼泪：“蓉儿，你莫怕，死的这个人可不是你舅舅。”我一怔，他指着躺在地上的人：“你忘了你5岁的时候，你舅舅带你爬树，被树枝刮伤耳朵，留了好大一个疤。现在这个人他没有疤。”他怕我不信，当着我的面去翻开这人的耳朵。我们一老一小，见过你舅舅就那一次，因为不熟，这人就明目张胆冒名顶替。蓉儿，我们都错喽，要害你的人是你袁安博。我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他说假舅舅和袁安博是一伙的。
大鹏是袁安博养的，大鹏要成精，势必要吃孩童肉，而我的是村里唯一的孩童，早就被盯上了。我不解为什么袁安博要养大鹏。我奶低声骂了句畜生，难怪他有钱，尽是靠卖大鹏肉换来的黑心钱成精的大鹏肉质有股奇妙的味道，让人吃下后欲罢不能。他这是用大鹏肉拴住了有钱人的嘴咧。我越听越害怕，想想还是不对。奶，白天大鹏不是把你叼走了，你怎么还能活？大鹏吃人肉，怎么还没把我奶吃了？他还能好好站在我面前？而且假舅舅明显是被大鹏啄死的，为什么大鹏啄了舅舅会放过我奶？这不合理。我是小，但我不是傻。我话音落下，我奶紧抿着嘴，脸色有些发白。察觉不对劲，我做事就要跑，被他拽了回来。我泪在眼圈里直打转。这时院落外听到有人叫我名字，我眼睛一亮，就想要呼救。我奶心狠地用力勒住我，另一只手捂住我的嘴往后门拖。下一秒，等我被拖出院子时，听见院子里传来袁安博的声音：“让那小子跑了。”他的语气是从未有过的狠厉，我内心猛缩了缩。伴随着窸窸窣窣的脚步声，我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人。我顿觉全身无力，一时之间不知道究竟该信谁，茫然地跟着我奶走。天色渐渐亮了起来，我奶实在走不动了，坐在石墩上休息。偏偏不到片刻，不远处又看见袁安博带着人追了过来。我好累，哭着求我奶不想跑了。我奶又气又怨。眼看袁安博离我们越来越近，我心想着大不了我等会就咬伤他的脖子。他想用我喂大鹏，我就和他同归于尽。忽然空中传来一声嘶叫，我仰起头，只见一只大鹏鸟向我俯冲而来。我瞬间被吓了一跳，可不想我奶把我抱起，坐大鹏身上就飞了起来。袁安博气愤地举着猎枪往空中连续打了好几响，都被大鹏灵活地躲开。他骂骂咧咧咒骂我和我奶，我已经很确定他要害我。那我奶呢？身后的人指节突出，紧紧护着我，我感受到他单薄的身子心脏突突地跳，像是比我更紧张。我忽然觉得，如果他真想害我，那就随他，反正我就是他养大的，以后长大也要孝顺他，就当提前尽孝了。大鹏在一处僻静的山头落下，我看见了一座小小的草房。我想了想，问我奶：“阿奶，你用我喂大鹏前，能不能让我吃个鸡蛋？我吃饱了，大鹏才有肉吃。”我奶狐疑地看着我，旁边听见有人扑哧笑出声。我循声看过去，愣了，居然是秦婶。她看着我笑了两声，很快神情又变得落寞。一时间，我觉得她好像透过我想着别人。良久，她说了句：“蓉娃，委屈你喽。”我有些纳闷，我奶拉过我，重新和我解释袁安博一开始养大鹏不得门道，直到某天大鹏吃了个娃成了精，袁安博才豁然开朗。从那一天起，村里的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少，大家以为是山上的大鹏精怪下山吃人，却从没想过是有人故意饲养。而奶奶跟前的这只大鹏，不知怎么的不吃肉，成不了精，袁安博想提前斩了他。可他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通人性，他死里逃生，从袁安博刀下跑了，奄奄一息的时候被我奶好心救起。可是村里人都害怕大鹏，我奶无奈只能找山上一个偏僻的地方收留大鹏。我奶说到最后，秦婶哭了，那个畜生怎么下得了手用自己的娃娃喂大鹏？我奶说前晚上以为是自己救的大鹏跑下山，所以才想逼着我把大鹏赶回山上去。原本他也不知道大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，直到昨天遇到了秦婶。秦婶说自己那天生气跑出门，好巧不巧发现了袁安博饲养大鹏的基地，突然看到十几头壮硕的大鹏鸟聚在一起，秦婶吓得喊救命，很快就被一只大鹏追着跑。秦婶吓得头皮发麻，慌乱之下捡起路边一根铁锹往大鹏肚子戳去。等袁安博赶到时，大鹏已经倒下了，而秦婶发现了袁安博的秘密，被袁安博锁了起来。说到这，秦婶忍不住再次抽泣，她望向我奶，有些悲凉：“姑，这些年是我误会你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蓉娃安全送到镇上他亲舅舅那儿。”她说完，我才知道我奶要我马上离开村上。可是我奶老了，腿脚不利索，只能拜托秦婶。她甚至没来得及和我多说几句话，就往我口袋里塞了好几个鸡蛋，催我上路。蓉娃儿，以后阿奶不在你身边，你自己顾好自己，懂不？走吧，走吧。她用手撵我，不再看我就转过身，走进了草房里。我蓦然跟上秦婶的脚步，有些浑浑噩噩。想到去了镇上以后就见不到我奶了，我停住了脚步，问出了我心里头的疑问：婶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去镇上报警，把袁安博捉起来吗？秦婶眼底闪过一丝愕然，显然她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。这反而更坚定了我的想法。等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去的时候，我重新看向前方，却意外发现面前不是去镇上的路。我心下一紧，佯装好奇问秦婶：婶，你是怎么从袁安博那里逃出来的？她支吾了半天，才牵强的解释关他的门没有锁紧，她才趁机溜了出来。阿奶说一个人说谎的时候眼睛是往上看的，我注意到秦婶眼神的漂浮，知道她撒谎了。我内心咚咚的跳，但是不敢表露。望向旁边的甘蔗地，我灵机一动不走了，有些耍赖的坐在地上。婶，我口干想吃甘蔗。秦婶皱起眉，劝我：蓉娃，再不走就赶不上车了。
他还想再说什么，我哇的就在地上打滚，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他很是无奈，答应给我弄甘蔗，叮嘱我不要乱跑后就往甘蔗地里钻。眼看他才钻进去，我连忙从地上跳起来，故意往来时的方向捡起石头砸过去，造成很大的声响，然后狼狈地钻进了前方的甘蔗地。看到秦婶焦急地从甘蔗地里钻出来，往来时方向追了过去，我才小心翼翼躲着走。凭借着脑海里的记忆，直到天黑，我偷偷来到了当初班车停靠的地方。靠着口袋里的鸡蛋充饥，我蹲守在路边的草垛子里睁了一夜的眼，生怕错过一丝动静。当天色亮起，耳边传来班车的鸣笛声，我激动地从草垛里冲出来，就好像屁股后头跟着猛虎。我着急忙慌，噔2步上了车，眼睛一扫，却看到秦婶正好整以暇坐在车上。四目相对时，她笑了笑，朝我招手：“蓉娃儿，来和婶一起坐。”我心跳加速，当即打算下车，一转头就看到袁安博等在车门旁边。我内心一滞，像是被人遏制住脖子，浑身动弹不得。司机有些不耐烦，骂骂咧咧：“你这娃怎么回事？到底走不走？”袁安博见机上前一步就要来拉我，对着司机笑嘻嘻地说：“不走不走，小孩闹着玩的。”面对他伸过来的手，我避开不了，情急之下一口咬了上去。趁他抽回手，我又往车上跑了几步。袁安博有些恼怒，就要来捉我。司机大喝一声，问我：“小娃，你认不认识这个人？他不是人贩子吧？”我像是找到了救星，急忙摇头：“不认识不认识。”他想要捉我。我一句话让车上的老乡愤怒了，纷纷站起来把我护住了，对着袁安博就是一通骂。司机当即把车门关上，把袁安博拦在车外。袁安博不急不慌，透过玻璃窗嘱咐秦婶照顾好我，仍然是一副小孩顽皮他很无奈的样子。车上的老乡注意到他的表情，也开始以为是我胡闹，又安静地坐了回去。班车行驶在路上，秦婶站起身想要向我走来，车子忽然颠簸了一下，他摇摇晃晃差点摔倒。司机开着车没好气骂了句：“不想死的话，开车了就不要乱走。”秦婶有些悻悻，重新坐到靠近下车门的地方。我咬着嘴巴，紧张地坐在司机后面，想着等会停车从哪个门跑。班车一路疾驰，当能看到镇上的光景时，我再次绷紧了全身的力气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即便到了镇上，班车也没有停。有些老乡开始有意见，碎嘴责怪司机。秦婶也顺势冲过来要扯住我，和司机闹着要下车。我眼疾手快地窜到司机旁边，秦婶再次冲过来，我再次机灵地溜走，她直接撞到了方向盘上。方向盘一个打滑，班车竟然直直朝桥廊撞去。车上的人不约而同惊呼出声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司机紧急刹车，离桥廊紧紧贴着。这下老乡们全都坐不住了，纷纷把秦婶围住，不断骂她神经病。秦婶捂着脸迎接他们的唾沫星子。我站在不远处，发现司机嘴角一扬，启动了汽车。等班车重新停在派出所门口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秦婶想跑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听司机吆喝了一声，老乡们反应过来，一起将秦婶摁住。在警察的盘问下，司机说上次也是我上了车又被人拖走，就留意我可能遇到了危险，他就索性做一回好人。我感激地看向他，他扔下一句不屑，就钻进驾驶室发车离开。而秦婶全都招了。袁安博用人肉喂养大鹏，用大鹏肉赚钱的事被公之于众。而他之所以要把我带回去，是袁安博说他们的2个娃还活着，他可以用我把他的娃娃换回来。警察问他：“你娃娃要是现在还活着都多大了？”秦婶想了很久，一个16，一个18。说完他自己不作声了。都过去10年了，要是娃娃还活着也是大人了，在那个僻静的小村落，怎么可能连影子都见不着？袁安博骗了他。警察很快就带着我们重新回到村上进行突击。诡异的是，才2天时间不到，全村的人就像是人间蒸发，全都不见了。警察发现了一个隐蔽的饲养场，里面臭气冲天，全是腐烂的味道。经过深挖，发现饲养场的地下埋了很多骨骸。秦婶认出那2只戴着银镯手环的手骨，当场崩溃的痛哭。袁安博成了通缉犯。后来警察又陪着找了翻遍了每个角落，依然不见我奶的身影。我干着急，却在每个夜色来临时，听到从门口传来阿奶叫我的声音，可一开门却什么都没看见。